纯手工制作的肉丸想要一次性做成功，不仅要记住配方的比例，更主要的是一定要摔打上劲。像这种外酥里嫩的肉丸，不仅可以做红烧、干煸都非常的好吃。本期视频呢，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肉丸的制作方法，同样呢带来了香酥肉丸的制作过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唐光灿，今天呢给大家制作香酥肉丸。面前的1公斤肉是我在以往拍视频中剩下来的一些边角料，算得上是肥瘦各半嘛。看大家的喜欢，如果喜欢瘦一点呢，就是瘦肉多一点；喜欢肥的话呢，就肥肉多一点。首先呢，这个猪皮呢一定要把它去除掉。如果在家里的操作呢，可以交给这个卖肉的摊主来处理，让他给你直接搅成肉糊。肉块切的大小呢，也根据你家里面的绞肉机的一个型号来自己决定。如果没有的话呢，就直接用刀去把它沾碎也可以。我选用的是家用的小型这个绞肉机，在绞的时候呢，里面不要加水啊，干绞，这样一来呢，它后期比较容易上劲。在绞之前呢，稍微的放一点葱姜，有增香去腥的效果。肉末呀，一定要达到这种非常细腻的状态啊，要不然在炸的时候呢，它就达不到外脆里嫩的效果。盐是五味之首，首先呢，我们加盐，2斤的猪肉加10克盐，稍微的来一点鸡精7、8克就可以了。大约5克左右的老抽，主要是增加颜色的啊。2到3克的花椒粉，加在里面有增麻增香的效果。最后呢，再来2克的13香，50克的清水，再打2颗鸡蛋。我们先用手呢将它抓拌均匀，将这个调料啊和这个酱油、水全部吸收在这个肉里面。然后不管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，只要统一一个方向，先将它搅打上劲。搅打过后呢，一定要摔。这个肉呢为什么要摔呢？就是在摔打的时候呢，它会把里面多余的空气排出来。这样的目的呢是让它更加的 Q 弹，而且做出来呢不容易碎，肉质呢比较紧实。我选的这个容器呢有点小了啊，大家在做的时候呢容器稍微大一点。天冷的时候呢，大家可以少摔几下啊；天热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多摔几下，至少也要摔50下以上。摔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我们手放下按的时候呢，它不沾手，而且当手迅速拿开之后呢，它会顺着手去的方向呢出现很多尖尖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点火起锅，锅中加油，油温呢一定要掌握好啊，4成热的油温，大约呢120度。在下肉丸之前呢，我们先将手沾满水，用到的勺子呢也把它蘸上水。一只手抓一坨肉在掌心，不停地挤压，让它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的缝隙中露出。用大拇指不停地上下拨动，是为了让它更加的圆。再用蘸了水的勺子将它挖出，放在锅中即可。肉丸的大小呢可大可小啊，按照你们的习惯。我这里呢加了水之后呢，大概能做200个左右吧。一次性呢不要加的太多啊，当锅中的一层漂浮满了以后呢，就不要再往里加了。再加的话呢，它就会粘连在一起了。这一锅呢，大约炸制了刚才的肉呢，用到了1/3，还有2/3还没炸。那么接下来，咱们用大火给它定型炸熟，再将它捞出控油备用。只要是炸熟了就可以吃了。这种肉丸外皮看起来非常干，但是掰开来以后呢，里面有很多汁水，经过摔打呢，肉也比较 Q 弹，特别好吃的啊。捞出来以后呢，锅中的油我们继续炸至第2锅和第3锅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制作香酥的干煸肉丸。锅中加冷水，放入干的线椒，开大火将水煮开以后呢，放一旁泡半个小时备用。泡发好的干线椒，我们用剪刀呢将它剪成小段。如果大家能吃辣的话呢，可以用干的炒尖椒来代替线椒。辣椒呢全部剪完以后呢，我们将水分控干。辣椒中呢加入芝麻，然后是玉米淀粉，再来一点盐、糖。先用手呢将它摇放均匀，让这个面粉呢充分的吸收辣椒上面的水分，然后再打入1颗鸡蛋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再加玉米淀粉，给它稀释成厚厚的糊状，拌成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啊。等会儿比例呢我会打在屏幕上，方便大家呢截图保存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锅中加油。油温千万不要高啊，2、3成热的油温。我们将这个辣椒呢一个一个的加入锅中，
用小火慢慢的去炸，将它炸至里外酥脆后捞出。这个辣椒呢不是炸脆啊，而是炸到里外要酥，是一捏呢，这个辣椒整个都碎掉了啊，炸到像这个样子呢就可以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将肉丸再次加入锅中的油中进行复炸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将它炸到真正的外酥里嫩的效果。然后呢，再将炸好的香酥椒倒进去进行一次复炸。香酥椒倒进去之后呢，炸的时间不要太长啊，不然会糊掉的。大概7、8秒呢，就可以直接倒出控油备用了。锅中呢留少许的油，放一点这个葱段，用勺子呢将它煸炒出香味儿。然后加入炸好的肉丸及香酥椒，可以加一点花生米啊，这花生米我买的是酒鬼花生，成品直接加进去就可以了。这个肉丸、花生、辣椒里面都有盐，炒的时候呢就不要再加盐了。喜欢的话可以加一点孜然粉和辣椒面。简单的炒拌均匀即可以出锅装盘上桌食用。大家在制作的时候呢，肉丸只要按照视频中的比例来制作就可以了。香酥椒呢，大家可以在网上去购买现成的。这个肉丸的食用方法有很多，我们可以用来烧菜、炒菜，或者是炸熟了之后呢，直接食用都可以。啊，这肉丸做的好啊！怎么样？绝对。今个直接下手抓了。都这样才有感觉，知道吧？来，你也给，啊，这个我的来。特菜这个。这就让你干2个斤啊！说明你手艺牛逼，知道吧？